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卡琳，她正在街上无所适从。突然一个人过来，匆匆忙忙坐上了他的摩托车，不容分说就让他拉着自己前往目的地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不容分说地给了他一大笔费用。这笔从天而降的钱财让卡琳兴奋。就在这时，另外一个人又坐上了他的车，一趟车下来，他又赚了不少钱。当他在某处等客时被人赶走，即使如此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仍有一个人坐上了他的车。那人虽然身无分文，但答应到终点的时候给钱。卡琳答应了，带着他来到了一处工地。结果那人也给了他一大笔钱。卡琳刚要推脱，那人已经坐车离开了。卡琳的眼中充满了喜悦和希望，似乎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就在此前，他刚刚经历了双重打击，先是女儿的助听器掉到了水窖里，这可是他花了半生的积蓄才替女儿买的。当他跑到那处水窖之后，抓住了带头惹祸的儿子。儿子声称要在里面养金鱼，这样他就可以帮着家里挣钱了。卡琳二话不说跳下了池塘，然后替女儿寻找到了助听器。找到之后，在测试助听器时，小儿子示意姐姐让他假装可以听见。这一伎俩被卡琳发现后，他开始追打儿子。他到镇上去修时，被告知助听器已坏，需要花大价钱。情急之下，他便到鸵鸟场找老板，希望能预支下个月的工资。就在事情有了些转机的时候，一只鸵鸟突然逃跑，他赶紧骑摩托车去追，四处寻找，但鸵鸟已渺无踪迹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已被老板开除。虽然在外忍受着痛苦，但回到家里，卡琳依旧笑逐颜开。他给孩子们带回来礼物，妻子发现了他带回来的工具，在反复追问之下，卡琳表示自己已经辞职，他可以去寻找更赚钱的工作。于是他做起了摩的司机，随后上演了本片开始时的一幕，这让他感到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。为了大干一番，一家4口人将摩托车整饰一新，但真正干起来时才发现，一切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。城市里鱼龙混杂，流氓无赖遍地都是。一天下来，不光没赚到钱，还挨了一顿打，好在经常可以从城里捡点东西回来。一天他看到儿子和小伙伴们又在水窖那边忙碌，于是训斥他，禁止他再前往那里。但儿子表示自己可以把水窖清理干净，然后在里面养鱼，这样就可以赚钱。卡琳继续开他的摩的，1个月的工作下来，收入可观。几个月后，他便可以还清债务，给女儿买上助听器。一天回到家里，他发现孩子们正在翻他此前从城里收集回来的东西。儿子说他想给水窖安个门。卡琳发现家里的一个蓝色的门不见了，于是怒气冲冲去找邻居，把妻子答应给邻居的门要了回来。在办了一个有货运资质的假证之后，卡琳开始帮着公司运送冰箱，这样的收入可以更多一些。当运送冰箱的队伍浩浩荡荡行驶在路上的时候，卡琳也身处其中。在一个路口，卡琳的摩托车突然熄火，等他重新上路时，发现整个摩托车队已经无影无踪。没有办法，卡琳只好将摩托开回家。夜里面对着那个冰箱，卡琳十分纠结，是把它占为己有，还是明天把它送回去呢？第二天，他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一个市场，希望能把冰箱以高价卖出。但当买主数钱的时候，他又后悔了，骑着摩托带着冰箱飞快地离开。在路上，他看到了一车鸵鸟，那些鸵鸟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他，让他仿佛想到了什么。最终他良心发现，将冰箱送回到了老板那里。老板被他的善良所打动，不光给了他应付的钱，还给了他奖励。路上，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带着姐姐和其他小伙伴们在路边卖花的时候，他生气地去追。妻子告诉他，孩子们是想用卖花的钱买金鱼，然后养金鱼赚钱。当他知道了这些，便更加生气了。他拿着镐头准备去砸掉那个水窖，但他发现里面水已经非常清澈，鸟儿们已在里面做窝。卡琳最终受到了触动，放下了手里的镐头。一天，他在干活时不小心摔了下来，摔断了腿，受了重伤。女儿很懂事地照顾父亲，卡琳承诺病好之后
一定再给女儿买个助听器。女儿善解人意地说，其实助听器当时并没有坏，她说我换了电池就可以用了。当女儿转过身时，卡琳叫她的名字，发现女儿毫无反应。她这才知道助听器仍然是坏的。女儿说这些只是为了安慰她。在卡琳病后，邻居们都过来帮忙，大家的善意和爱心让卡琳非常感动。一天，她突然发现儿子小手上满是老茧，她这才知道儿子为了能够攒起买金鱼的钱，在偷偷的打工。这温暖善良的一家人让卡琳深受感动。懂事的儿子也用仅有的钱买了果汁给父亲喝。儿子好容易攒了钱，买了一大桶金鱼，结果在运输的过程中，因为塑料桶破裂，导致金鱼全部散落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为了救金鱼的命，卡琳的儿子和小伙伴们只好含泪将金鱼放入了水渠中，只剩一条装在了塑料袋里。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们情绪低落，很受创伤。为了逗孩子们开心，卡琳唱起了歌，最终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笑意。他们将那唯一的一条小金鱼放进了水窖中，那是他们所有人的希望，希望这条金鱼能够带给他们幸福和欢乐。卡琳在家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被困在屋中的麻雀，于是他便想尽办法将麻雀放了出去，给了它自由。就在卡琳的生活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，那只逃跑的鸵鸟找到了卡琳，重又回到了鸵鸟场，继续他麻雀一样的人生。麻雀之歌沿袭了伊朗电影一贯的风格，也延续了导演马基德·马基迪的叙事方法。这位小鞋子的导演善于从小人物发现大人生，从小人物的卑微世界发现大人间的亲情冷暖。小人物是无处不在的，大人生却需要发现的眼睛。电影中的人们虽然贫穷，但是富有尊严，拥有爱心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仍保持着作为人的良知。就像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小小的麻雀，都想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就像一首歌中所唱，我愿意做个雄鹰，而不是麻雀。同样，生活对于我们有时也会有不同的面孔。在你看似成功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失败的开始。当你身处绝境的时候，美好的人生正在向你走来。就像普希金的一首诗所说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悸，忧郁的日子里需要安静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故事，好的电影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请关注订阅并点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